叶晨看到不远处亭亭玉立的刘曼琼，第一个反应是惊讶，紧接着他便看向费可欣，不解地问道：费小姐，这是什么情况？趁着刘曼琼还没到跟前，费可欣微微一笑，低声说道：是我邀请刘小姐过来的，没提前跟叶先生您报备一下，实在是不好意思。说着，费可欣又道：我也是看您和刘小姐之间似乎有些误会，所以就想着让您和刘小姐能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不然万一明后天咱们回去了，您再想跟刘小姐当面消除误会，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叶晨是真没想到费可欣竟然观察得这么细致入微，而且考虑得如此出人意料。不过叶晨心里虽然意外，但对费可欣也多了几分感谢。其实他也很想在离开港岛之前与刘曼琼好好谈一谈，不强求他能理解自己如此作为的初衷，但起码有一个当面说声抱歉的机会。要说对刘曼琼，叶晨心中自然有愧，可是今天下午在机场的时候，眼见刘曼琼对自己似乎非常失望，叶晨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解释，毕竟他是否愿意听自己解释都还是个未知数。再加上很快就要返回美国，所以叶晨心中有些破罐子破摔的念头。他觉得反正木已成舟，干脆该怎样就怎样，虽说自己没跟刘曼琼说实话，但自己最终也是看在刘曼琼的面子上，对刘家辉网开一面。只是刚才重新来到这条小吃街时，叶晨的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刘曼琼。想起他来，叶晨心里就多少有些怅然若失。这种感觉与当初眼看菜子被秦傲雪打伤，紧急被带回日本治疗时的心情有些类似。叶晨虽不是圣母心泛滥的善人，但也绝非大恶之人，有仇的他一定报，有恩的他一定还，有愧的若是不能解释清楚，他心里也会一直难以释怀。胡思乱想间，刘曼琼已经来到了跟前，叶晨心里有些打鼓，刘曼琼的心中更是紧张不已。其实他也不知道今晚费可欣还约了叶晨，因为费可欣在电话里告诉他的是叶晨临时有事，所以他刚好落了单，所以就干脆约刘曼琼一起吃晚饭。而且他在下午叶晨跟刘家辉的对话中得知了刘曼琼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小吃街，于是便以想尝一尝港岛本地特色为由，自然而然地引导刘曼琼把吃饭的地方定在了这里。刘曼琼没想到的是，叶晨竟然也在这里，这一下就让他心里如小兔乱撞般慌乱起来。他虽然埋怨叶晨没跟自己说实话，也埋怨叶晨对父亲太过铁血，但毕竟心中有他，所以自从回家到现在，心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叶晨。他也担心，若是自己没能与叶晨说开这件事，那等叶晨离开港岛之后，两人或许不会再有交集。所以他才主动跟费可欣联系，想请费可欣出来一起吃顿饭。但他真正的想法是想跟费可欣聊一聊叶晨，一方面了解一下叶晨其人，另一方面也借机缓冲一下自己的心态，待心态缓和之后再主动去找叶晨把话说开。可忽然在这里看见叶晨，他一下子又拘谨起来，不知该如何打破与叶晨之间的尴尬气氛。到底还得是费可欣这个聪明的女人来解决问题。他根本懒得跟两人各自解释对方出现在这里的缘由，只是随口笑道：刘小姐跟叶先生还真是心有灵犀，你们俩既然都选了这个地方，该不会是提前商量好的吧？一句话不但把自己背着两人组局的事情直接撇开，还瞬间缓和了两人之间的尴尬。叶晨这时候笑着说道：我本来跟刘小姐约好了今晚在这吃饭。
刘曼琼在叶晨对面坐了下来，看着叶晨，悠悠地问，不叫曼琼小姐，改叫刘小姐了。叶晨尴尬地笑道，说错，是曼琼小姐。刘曼琼眉眼之中似乎轻松了不少，随后把包放在一边，看着叶晨问道，既然都约好了，为什么要爽约？叶晨忙道，这不是已经坐在这儿了吗？刘曼琼道，你坐在这里也不是来赴我的约，是来赴费小姐的约。费可欣见叶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忽然开口说道，哎呀对了，我有个简短的电话会议，你们二位先聊着，顺便点些吃的，我找个安静的地方打个电话。说着他便站起身来，迈步离开。叶晨和刘曼琼都没想到费可欣竟然闪得这么干脆。不过既然费可欣没在跟前，叶晨便看着刘曼琼，十分诚恳地说道，曼琼小姐，今天的事情确实很不好意思，晚上之所以爽约，主要也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刘曼琼开口道，所以你一开始就是奔着教训我爸来的，对吧？是，叶晨点了点头，坦然道，我听说钟叔要被遣返回来，你爸又一心想要他的命，所以就先他一步来了港岛。刘曼琼又问，因为伊苏航运是你的企业，恰好我爸又很想跟伊苏航运合作，所以你才利用这个机会接近我们，对吧？没错，叶晨开口道，我本意是先接近一下你爸，但不让他知道我的真实目的，等钟叔被遣返回来之后，再趁他最狂妄的时候，把新账旧账一起跟他算一算。刘曼琼看着他，表情非常认真地问道，那我呢？我原本在你的计划中吗？不在，叶晨摇了摇头，我来之前只是在刘家的资料里看到过你，但是我并没有把你列入我的计划里，我这次来港岛只针对你爸一个人。说着叶晨又诚恳地说道，不过为了钟叔的安全，也为了更彻底地教训一下你爸，我一直没跟你说清我的来意，这一点我确实很抱歉。刘曼琼抿了抿嘴，迟疑片刻，开口道，其实你跟我说过，你是来主持一场正义，这也算是提前跟我打过预防针了，是我自己的悟性不够，所以我不怪你。说着刘曼琼低下头，低声道，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关于钟叔的事情，还有你父亲的事情，确实是我爸爸有错在先，而且无论他与钟叔以及我继母的过往究竟如何，他都不该为这种事情对别人动杀心，你替钟叔和你爸爸教训他，我没资格怪你，